你以为自己赚的是美元，实际上只是中国当权者手里的一根绳。2025年5月23日，一纸通知惊呆整个金融圈，中国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征求意见稿，几句话看似技术性，却足以让整个中国资本市场血流成河。境外上市募集资金、减持或转让股份所得资金，应原则上汇回境内。注意，应汇回3个字，不再是建议，而是指令。哪怕你已经将钱汇出去，只要交易失败或钱没花完，就必须及时汇回境内。北京已经不打算给你任何留在外面的机会了。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，而是金融铁幕全面落下的标志。2023年封杀蚂蚁，2024年限制美元兑换，2025年干脆把资金出口口子直接锁死。北京正在做一件事，让所有的钱都逃不出去，也不准回来太慢。这份征求意见稿的细节令人不寒而栗。不论是 IPO 募集还是减持退出，所得资金原则上必须调回国内。股东汇出资金用于境外增持，如交易未完成或有剩余，也需及时汇回。境外上市拿到的钱，如果没事先获得发改委、商务部等审批，不许留在境外。换句话说，不是说你上市的钱就自由了，而是国家要求募资自由的钱全程上交管理。而央行还加了一句最狠的，以外币调回的可自主结汇使用，听起来很自由，其实这正暴露了实质，北京怕你换完就跑。从2023年开始，外资就一直在加速撤退中国。摩根大通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外资已连续9个季度净流出中国股市，总规模超 1.6 万亿元人民币。而民间资本的外逃更疯狂。根据国际清算银行 BIS 公布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企业在岸转离岸资金总规模高达8700亿美元，是近10年来最高峰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指出，中国民营企业对政策不确定性极度恐慌，正在用各种手段向新加坡、香港、迪拜甚至日本输送资金。中国当权者当然知道这是什么信号，大家都在逃跑，而且是在带着钱跑路。所以管控从限制美元兑换到加强反洗钱调查，再到如今的资金全链条汇回要求，是一次典型的逃亡前关门反锁。对企业来说，这种资金汇回制度意味着什么？第一，是企业在境外上市已经没有自由度，钱一到手就得往回汇，你连投资都得先批准才行。第二，是股东在境外交易也被锁死了，卖了股票，钱得回国，花完了还要写报告等审批。最可怕的是，这套制度表面在讲便利化统一管理，实际是一场资本的人质游戏。你的钱得先放在我这儿，你花钱要告诉我怎么花，为什么花，能不能花。你花完的钱还得写报告说花的值不值。花不完的钱，对不起，给我还回来。央行口口声声讲高水平对外开放，结果却是一套关门打狗的金融手段。其实早在2022年，中国就已经在布下一张围城大网。2022年，国家外汇局取消部分个人境外汇款通道，收紧外汇转出上限。2023年，支付宝、微信等支付巨头被限制境外业务布局。2024年，中资券商被要求加强对外汇投资客户的风险审查。2025年，这张网终于收口，不许跑，不许藏，不许剩。这一切背后的根源只有一个：中国当权者怕失控。北京方面怕资本出逃，怕外资不回来，怕美元断流，怕中概股成为金融武器。所以他们做了一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，把企业的资本主权彻底收归中央。你以为北京方面
只是在收紧国内企业的钱袋子吗？不，这份文件还有一个隐藏指向，它是在为下一阶段的金融脱钩做准备。2024年，美国财政部将中国5大国有银行列入金融灰名单，并警告全球投资机构慎重考虑对华金融敞口。欧盟则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国家控制风险发出强烈警告，称其已非市场行为。这一次的资本汇回规定，其实就是他们用来回应这些西方制裁威胁的。我不怕你不来投资，我会自己控制资本，把市场封死，也不让你撤退太快。从某种程度上，中国已经在对全球资本说一句非常赤裸的话：你们的钱来中国只能进不能出，你们的利润要分红得先过我这关，你们的股份减持要批准，汇回要汇报。这不是市场，这是一场国家资本主义的囚笼。很多企业主、投资人还在幻想，我们可以慢慢撤，只要不惹事，不会卡得那么紧。他们错了。让我们看看北京现在是怎么做的。2024年，企业购汇监管加码年购汇额度从原来的5000万美元大幅缩减到1000万美元，超额需专项审批。2025年，境内公司设立离岸公司必须在商务部事前申报，否则银行一律不予外汇支持。2025年3月开始，中信银行、招商银行、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开始抽查客户近3年境外投资记录，要求提供项目真实性证明。一位在香港的基金合伙人对彭博记者表示，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接到中国客户求助，问还能不能转出去，转到哪去最快，而我们给的答案都越来越悲观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2025年4月的报告中，甚至罕见点名中国已具备封闭型资本管制国家特征。也就是说，接下来几年，资本还能出去的窗口将越来越少，越来越窄。别以为这只是国家层面的游戏，它会迅速砸在每一个民营企业头上。一位准备赴美上市的深圳科技公司创始人愤怒表示，我们已经获得纳斯达克批准，打算募集2亿美元资金，原本计划其中40%用于香港设立研发中心，但根据新规，除非提前审批，不许留在境外。你让我怎么操作？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将无法再像过去那样融资国际化、运营全球化。你的融资必须先被北京方面拍板，你的支出得看北京方面眼色。这不是改革开放，这是金融监狱化。资本自由不存在，市场自主不存在，企业产权在他们面前全是可协调资源。我们必须正视一个被北京方面刻意掩盖的事实：资本的本质不是爱国主义，而是利润和自由。2023年，英特尔、台积电、三星等科技巨头纷纷减持中国项目。2024年，红杉中国被迫拆分。2025年初，全球基金协会把中国从中长期高潜力市场名单中删除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中国科技不行，而是钱进来了就出不去了。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，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，全球新兴市场资金流入比例中，中国占比已跌至 9%， 而印度高达 28%， 东南亚合计超过 22%。资本市场已经用脚投票，他们不想再被锁进一个红色的笼子里。也许你还没上市，也许你觉得政策管不到你，但当北京方面连钱剩一点都要你汇回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是在防风险，而是在收网。华尔街日报在分析中国外汇政策时这样写道：中国正在重演1980年代前苏联晚期的金融压制模型，以防止资本、人才、信息3重逃逸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怖景象？那是一个国家开始不相信自己国民，开始害怕市场，开始把资本视作敌人的末期症状。
钱不能走，企业不能动，股东不能减持，海外不能花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所有资金留在银行里等贬值或者被查。他们用反资本外逃的名义圈住的不只是钱，而是一整个国家的未来流动性。他们用高水平开放的话术包装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金融铁幕工程。他们不懂资本，不信市场，不信自由，只信控制。可历史早就证明过，苏联锁死资本，5年后崩溃；阿根廷管死外汇，10年后通胀上天；委内瑞拉卡死美元，最终物资短缺到鸡蛋都要配给。今天的中国已经在走这条路的半途，而中国人都在这辆疾驰的列车上没有退路。资本跑不掉，人还能逃得了吗？